这台酷派克6号超级电能充 mini 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在小体积里把合规全兼容、标准充电曲线、功率稳定性、文波干净度4件事同时做到了，属于你随手塞包里，手机、平板、轻薄本插上就快充，过程还不闹心的那种小钢炮。朋友们大家好啊！说到酷派克，我相信不少老铁手上都有他家的产品了啊。那么今天酷派克又来新品了，就是这台6号系列的迷你充电器。老粉都知道6号系列一直主打的就是小巧和便携，但这次他把思路往前推了一步，在保持体积优势的同时，他做成了多口输出，还把快充体验也一并拿下，听着很香，但到底是不是随身必备，还是参数漂亮，用起来一般？咱们老规矩啊，先做协议兼容、持续输出、多口分配、拔插稳定性等等测试，数据跑出来，咱们再下结论。咱们先看包装盒，黑色的色调，酷派克蓝色经典的 logo，6号超级电能充 mini 产品的特色信息，然后产品的实拍图片，6号的 logo， 背面是充电场景图片和规格信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拿出充电头本体，配备了一根6安的编织 CC 线，产品说明书，充电头本体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酷派克经典的风格啊，拿在手上非常的小巧。充电器折叠插脚的设计，带绝缘保护的新国标，充电器底部做了纹理设计啊，上部的壳体为磨砂质感，磨砂面和纹理面之间有一个光面过渡，充电口部分为经典的蓝色酷派克设计元素，2个 C 口。内部舌片也是蓝色，一个 A 口，内部舌片为黑色。充电器的这一面是酷派克的 logo， 6号的标识，90瓦快速充电器的标识，3段式设计，看起来很精致的同时，非常的有个性。整个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重量191克，连线材一起重量165克，单线材26克，单充电头138克。充电头整体高度60毫米，宽度为41毫米，整体厚度大约32毫米。关于这一根编织的 CC 线，我们这一期视频就不对它做测试了。这个线材的测试在酷派克10号 Ultra 充电器的视频里面有测试有拆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测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啊。酷派克6号超级电能充 mini 型号为 AD653， 输入它有2种模式啊，一种是宽电压模式100到240伏，另外一种是单电压模式，就是200到240伏的情况。CEC2 口输出最大功率65瓦，在220伏的电压下，这个可以到90瓦，20伏 4.5 安。A 口输出最高功率是22.5瓦，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制造商南京库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边是 SN 码信息，这边则是认证信息。室内使用，循环10年，双路绝缘，3C 认证，非热带地区使用，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来看一下这个酷派克6号 mini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这个是 Type-C 1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啊，一如既往的酷派克经典的风格，有高通 QC 3.0 的快充协议，然后是 PD 3.0 65瓦，小米私有协议90瓦， DCP Apple 2.4 2个基础协议啊。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是20伏 3.25 安，也就是65瓦，小米私有协议90瓦。PPS 有2个档位，5至11伏的 6.1 安，5至20伏 4.5 安，这2个档位功率是设足了的啊。现在这个则是 Type-C 2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它内部包含的快充协议跟 Type-C 1口是一模一样的啊，只是基础协议它少了一个。这个则是 A 口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QC 3.0 有高通 QC 3.0 的快充协议，有华为 FCP 的、华为 SCP 的、三星 AFC 的和基础功率 DCP。20瓦级别的 A 口协议越多越好。酷派克的老粉都知道的啊，酷派克家的产品它的兼容性一般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手机的兼容性测试，我们先从华为手机开始，这个 C1 和 C2 口都没有检测出来有 SCP 的协议，那么华为的手机请大家务必使用 USB A 口啊。 A 口可以直接启动超级快充，而且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功率也很足。我们来看一下荣耀的设备 PPS 能支持到多高的功率啊。首先是 Type-C 1口启动60瓦的 PPS 快充，真实功率大概可以跑到32瓦左右。 C2 口也是一样的啊，60瓦的 PPS， 这个真实功率也是在32瓦左右。 A 口的话是有 SCP 的，荣耀也是可以使用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蓝厂的设备 Type-C 1口启动 PP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50多瓦啊，这个功率很高的。
Type-C Air 口同样是启动的 PBS 快充，真实功率同样可以跑到50多瓦。我们再来看一下绿厂的新款设备啊 ，PBS 超级闪充开启，这个是走的33瓦的 PBS 快充，起始功率可以走到27瓦。Type-C Air 口一样的也是超级闪充，起始功率也可以跑到27瓦左右。蓝厂和绿厂的新款设备 PBS 都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是老款的设备的话，大家用 A 口，功率大概在15瓦左右。三星的手机，我这台是老款设备，所以说我们只看能不能启动快充 2.0。Type-C 1口可以启动快充 2.0，C 2口也是一样的啊，快充 2.0。A 口的话有 NFC， 我们就不用试了，那是快速充电。兄弟们，很多老铁问我为啥要采集充电器的实际充电曲线，就是因为电子负载它只能证明充电器可以输出，而手机曲线主要看平台稳不稳，会不会掉档，有没有反复握手，这样才能证明它好不好用，稳不稳。实际充电曲线，我们先采集米家的90瓦私有协议啊，充电显示的是90瓦 Max 的金标。这部红米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这个充电过程足功率70瓦，一共持续了10分钟时间，然后调整功率，又调到70瓦的功率，充了1-2分钟时间。后面就是60瓦的功率，充了3分钟时间，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到50瓦的功率，充了1-2分钟，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充电的电压一直维持在18伏啊，充电速度非常的快，从0到100仅花了24分钟。所以小米的私有协议120瓦和90瓦，大家就不要去纠结了，充电效果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充电的时候温度啊，充电器壳体温度最高是47.7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4度左右。公版的 PBS 大功率充电，我们就用这一台荣耀手机来进行测试啊。前面我们兼容性看到它可以支持60瓦的 PBS 快充，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充电效果。插上充电器显示的是60瓦超级快充，这部荣耀手机充电已完成啊。我们看充电曲线图，高功率时间集中在前面11分钟，前面2分钟最高功率是43瓦，后面降了一点点，然后直接升到55瓦的真实功率啊，持续了大概9分钟左右。然后调整功率，后面15分钟平均功率大概是在34瓦左右，一直在充电，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从0到100只花了41分钟，这个速度就是60瓦的 PBS 充电的速度。我们看一下充电器的温度啊，采集线采到壳体温度为46.2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15度左右。PBS 的中功率段，也就是33瓦的充电效果，我们用这个绿厂的手机来测试啊。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是2%，我们充电采集数据。这部绿厂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33瓦的 PBS 跟融合快充的曲线是一样的啊，起始功率24瓦，充到85%的功率为27瓦，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在95%电量的时候，从9伏的电压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再涓流充电了。这个手机从2%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1小时06分钟。充电速度的话，符合33瓦的水平。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器壳体的温度啊，采集线采到充电器壳体温度最高是46.4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6度左右。PD 公版协议的充电，我们还是用这个16 Plus 来采集数据啊。这部手机还是刚刚充开机，这个手机已经充到100个电了啊。我刚才去忙其他的事情，我们只看0到80的充电曲线就可以了。这个曲线图走的是非常标准的，充开机以后，峰值功率直接到35瓦。后面是第一阶段的27到28瓦的功率啊，持续了12分钟。第二阶段21瓦功率持续9分钟。第三阶段15瓦功率持续了7分钟。第四阶段9瓦功率5分钟时间，然后充到80%，就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了。这个苹果手机从0到80只花了53分钟，充电时间也是标准的。给苹果手机充电，这个充电器的壳体温度在38.5摄氏度，温度不算很高啊。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5度左右。现在是这个酷莱科6号 mini 充电器它的烤机状态啊，这个65瓦的烤机我一共做了2次。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第一次烤机64瓦的功率，真实功率啊，一直在输出，持续1个小时就关掉了输出。这个时候温度采集线采到它的壳体温度是在60摄氏度左右，然后我又做了第二次65瓦的烤机测试，真实功率还是64瓦啊，一直在输出，同样的是在1个小时左右它就关断了输出啊。而且2次烤机的温度都是在60摄氏度左右关断的。热像仪采到它的壳体温度，我们来看一下，采集线附近是62摄氏度，另外一面的温度是65.8摄氏度，壳体的温度为69.7摄氏度。
也就是说它内部的温度只要到了70摄氏度左右，它就会关断输出啊，这是充电器的一种自我保护。而且这个烤机横流负载1个小时的输出能力，应付65瓦级别的笔记本电脑动态负载是没有压力的。充电器的多口功率分配，我们还是老规矩，先看 C2 口和 A 口它两个充电口共享电路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2 口的65瓦功率啊，再来接上 A 口，两个充电口一起使用就是5伏的基础功率，这个是共享电路，都是这样分配的，总功率大概在17、18瓦的样子。然后我们再看 C1 和 C2 两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先启动 C1 口的65瓦，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C2 口，接上的瞬间它的仪表是不会熄灭的，而且也不会断连。功率的话是一个44瓦加一个15瓦，两个充电口调过来测试的话， C2 口我们先启动65瓦，这个时候我们再插上 Type-C 1口，插上的瞬间 C2 口它就会有闪一闪的，就会出现断连的情况。功率的话还是会变成44瓦加15瓦的功率分配。判断充电器内部电路架构先进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测试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啊，这个也是硬核发烧友非常关注的一个数据。我们现在马上对它进行测试。首先是110伏60赫兹的状态啊，经过10多分钟的测试，它的待机功耗仅为 0.23 瓦，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8.96， 也就是19瓦，这边直流输出 1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78%。 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2.1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5 瓦，折算转换效率 82%。 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2.6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8 瓦，折算转换效率 84%。 45瓦功率110伏输出 52.3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 65瓦功率110伏输出 74.9 瓦，这边直流输出 64.9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 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经过10多分钟测试，它的待机功耗仅为 0.31 瓦。15瓦功率220伏输出 19.3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76%。 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2.1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5 瓦，折算转换效率 83%。 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1.7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8 瓦，折算转换效率 86%。 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1.1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 6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73.4 瓦，这边直流输出 64.9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 酷派克现在能火，就是因为它的产品文波是做得非常低的，所以它的产品被各种电子发烧友来追捧，这就是酷派克产品能火的底层秘诀。我们现在就是测试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首先是 Type-C 1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38.4 毫伏，平均文波 34.5 毫伏左右。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8.1 毫伏，平均文波 44.7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2.9 毫伏，平均文波 47.4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8.1 毫伏，平均文波 45 毫伏左右。6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6.96， 也就是37毫伏，平均文波31毫伏左右。这就是稳态文波啊，这种能支持到90瓦私有协议的，它是有超频能力的。现在我已经把它超到 78.6 瓦，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它的文波啊，最高的时候 40.3 毫伏，平均文波 33.9 毫伏，文波还是一样的，非常的稳。我们现在测试 Type-C 2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41.8 毫伏，平均文波 37.2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51.2 毫伏，平均文波 46.9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55.6 毫伏，平均文波 48.3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 50.1 毫伏，平均文波 44.4 毫伏左右。65瓦功率文波最高 36.4 毫伏，平均文波 31.3 毫伏左右。Type-C 2口同样给它超频到 3.9 安的输出电流，也就是 76.7 78瓦的功率啊。这个时候文波在 41.1 毫伏，平均文波 34.3 毫伏左右。同样的是非常有个性的稳态文波，这种文波就无惧对我们设备的伤害了，非常的酷派克。我们再来看 USB-A 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41.8 毫伏，平均文波 37 毫伏左右。9伏档位18瓦功率文波最高 44.8 毫伏，
平均温波 41.1 毫伏左右，12伏档位18瓦功率，温波最高 42.4 毫伏，平均温波 39.8 毫伏左右。兄弟们，测试到这里，我们把这台酷派克6号迷你充电器它的真实性能基本上摸清楚了啊。先说它的兼容性，它属于那种很省心的类型，主流协议基本全覆盖。米家的90瓦，荣耀 vivo 60瓦快充 ，OPPO 的33瓦，华为的22.5瓦，三星快充 2.0。这对消费者来说就是一句话，拿到手基本不挑设备，无脑使用就可以了。再看它的实际充电，4部手机全部跑出标准的曲线图，这个含金量很高，说明它不是能快充，而是快充过程很稳。尤其是米家的90瓦场景下，真实功率能把70瓦顶到12分钟这个级别，这效果跟原装120瓦没差别了啊。60瓦的公版 PPS 场景，55瓦的功率维持约9分钟，调教也很到位。PPS 33瓦段位也很顺，不是那种前段充一下就乱跳的。然后就是公版 PD 与烤机，苹果16 Plus 能漂出4阶段的标准充电曲线，峰值接近35瓦，这叫做一如既往的稳。满功率65瓦，烤机2次，基本上都是约1个小时触发关断保护，这叫做边界清晰，不是死扛型啊。对于这种小体积、高功率密度的便携充电器来说，这种保护逻辑反而更像成熟的产品。转换效率这块，它确实不是冲榜选手，110伏平均约 83.2%，220伏平均约 84%， 但我认为瑕不掩瑜，因为它用更稳定的体验把分数补回来了。尤其是输出文波，两路 C 口从轻载到重载基本上都在60毫伏以下，而且波形都是那种苹果一样的稳态文波，1毫秒时机下又直又稳，几乎不抖，这就是发烧友爱它的根本原因吧。不靠玄学，靠的就是干净的输出文波。一句话总结，这台酷派克6号超级电能充 mini 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在小体积里把合规全兼容、标准充电曲线、功率稳定性、文波干净度4件事同时做到了，属于你随手塞包里，手机、平板、轻薄本插上就快充，过程还不闹心的那种小钢炮。后续拆解篇我会把测试里的每个现象都在电路里面找到它的因果链，因为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测拆，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拆，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